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许芊芊，是大学校花。今天是男朋友陈轩的生日，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。陈轩平时闷得不行，只有在床上才化身恶狼，恶狠狠地满足我。可随着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热情似火的热恋期过去，我慢慢的有点乏味了，需要找点什么再点燃我们之间的烈火。今天我偷偷摸摸潜入他的宿舍，在他舍友的包围下送上礼物，只会更加刺激。应该没有男人会拒绝这样的生日礼物吧？我吹干头发，随意套上宽松的衣服，真空着从窗子前进了陈轩的宿舍。距离陈轩下课还有10分钟，陈轩推开门看见我，会不会把持不住的把我扑倒在床上呢？有人在大力的拧门把手。宿管查寝，这所大学虽然是名校，但是宿管查寝永远粗暴不讲理，门都不敲，直接进来。要是有人在里边做点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，直接就会社死。更何况男大学生基本都是血气方刚，把女朋友往宿舍带得数不胜数。学校才搞突击检查，要是被他发现我光着身子站在男生宿舍里，我被吓破了胆，来不及认哪张是陈轩的床，找了张挂了厚厚床帘的床就钻进去，把自己埋在被子里。宿管阿姨进来了，我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克制着呼吸的频率，不让她听到动静。没人呢，宿管阿姨嘟囔一声，正好我查查这帮臭小子有没有偷藏大功率电器。他走到宿舍的另一边去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后背突然被一双大手捏了把我的侧腰，这张床上竟然有人，我被吓得几乎要尖叫出来。那个人连忙堵住我的嘴，我这才发现那个人身上也没有衣服。别出声，要是被宿管发现了，我们都得完蛋。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认出了声音的主人。当时学校分配有问题，陈轩被分到了体育生宿舍，有一个是受女生追捧的叫张雷的黑皮体育生，长相帅气，肌肉线条完美，8块腹肌极有攻击性，在体院是出了名的那方面能力强。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，现在就紧贴在我的身后，我老实的不敢乱动。后面的人满意了，无视我的紧张，继续他的动作。我脸色通红，又不敢出声。但凡宿管阿姨掀开床帘，肯定会以为我们在做那种事。陈轩的女朋友，她凑上来咬住我的后脖子，一只手不老实地揉捏我的腰，手法老道熟练，没几下就让我软了身子。他简直就是个色魔，可是我居然没有排斥的感觉，反而忍不住夹紧了双腿，躲进他的被窝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可我还是隐隐觉得对不起陈轩。这个宿舍的孩子还算老实。宿管阿姨检查完柜子，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，床上盖这么严实，不会把东西藏在这里了吧？转眼间，宿管阿姨的鞋出现在了床底下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张雷在我耳边骂了句脏话，把我塞进被子深处。宿管阿姨一把掀开厚厚的床帘，只见张雷赤身裸体的戴着耳机，打游戏打得正起劲。我去，阿姨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他像是刚发现宿管，满脸震惊，把被子往身上拉。怎么不说一声啊？我衣服都没穿。宿管阿姨盘问过后，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关了门去检查下一个宿舍了。我重重地松了口气，这下终于安全了。你男朋友还没回来呢，就钻到我床上来发情。我猛然惊醒，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啊，我怎么可以因为一时的诱惑就背叛陈轩呢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
今晚陈轩生日，去哪庆祝啊？”门外响起了几个男生的声音，我赶紧钻回被子里。张雷的动作又一次被打断，气得眼尾发红，瞬间没了兴致。是他们宿舍的人回来了，我的男朋友陈轩赫然在列。张雷似笑非笑地靠在门边，通过床帘的缝隙和我对视。小心我告诉他，他用嘴型对我说。我臊得不敢看外面的情景，幸好我的手机就掉在床底下，趁他们背对着我，我偷偷摸摸地伸出手，把手机攥在手里。哎，陈轩生日，你瞎操什么心？人家可是有漂亮的女朋友要陪呢。一个男生暧昧的笑。在学生会的好朋友玲玲给我发了微信，以及10几个未接电话。芊芊，我刚刚接到消息，有人在男生宿舍私藏违禁品，宿管先查了一轮，学生会等会也得过去一趟。你快从宿舍出来！我几乎狂喜。学生会搜查违禁品，要把全部学生叫到走廊上，我有脱身的机会了。说也奇怪，陈轩挠挠头，不是说好今天陪我过生日吗？一直也没回个电话。他一摸裤兜，糟了，我手机落教室了。你们不知道，芊芊最娇气了，要是我一直没回电话，她会生气的。陈轩匆匆推门出去，我才稍微松了口气。陈轩就是个怂蛋，一个男生嘲笑，没劲儿，被个娘们吃得死死的。不过那脸那身材，对陈轩还忠心耿耿的，被管着也值了。张雷冷笑一声，忠心耿耿个屁，正好陈轩走了，给你们个惊喜。他把目光投向我，我吓得拼命摇头，祈求他不要暴露我。张雷丝毫不顾我的哀求，一把拉开了床帘。我流着泪把被子往身上拉，被迫接受那群人如狼似虎的眼光。我去，这不就是陈轩那校花女朋友吗？嘲笑陈轩的男生瞪直了眼。2选1，要么你今晚就留在这里，要么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答应你。我连忙求他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早上6点到男生宿舍后边的小树林，我把东西给你，你按照名单把东西放到对应的人的柜子里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松了一口气，想爬到角落里穿上衣服，挡住那几个禽兽的眼睛，可张雷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张雷迅速拍了几张照，记住了，你这几张照片捏在我手里，要是敢报警，我会让你火遍整个网络。你那个好男朋友陈轩，到时候还会要你吗？大雷你真没劲。另一个男生还不想放我走，张雷似乎被他说动了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。他的手快伸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一声吆喝：学生会查寝！妈的，宿管刚来，学生会那帮走狗又来了。张雷啐了一口，也没空管我了，东西随身带着，藏裤兜里也成。那群狗们太精了，别被查到了。那几个人点点头，慌里慌张地把东西往裤兜塞。我不再去理会那些污秽的话语，抽噎着胡乱套上外衣，打开窗子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去。回宿舍再看手机，陈轩已经打了我好几个电话，我哽咽着给他打回去。芊芊啊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刚刚在上课，手机调的静音，刚回宿舍，学生会的又来检查违禁品了，我来不及给你回消息。陈轩在电话那头给我道歉，我们宿舍今天晚上聚餐，给我庆祝生日，你愿意一起来吗？我跟他们又不熟，还是不去了吧。我想着，我和他们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，谈了女朋友总得给他们正式介绍一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拒绝好像显得我怕了那群禽兽，头脑一热，还是答应了。陈轩来接我，见面的时候低下头亲了我一下。宝贝，你永远都这么漂亮。张雷拍了拍陈轩的肩，
你小子真有本事！第一次见弟妹，我们哥几个带了见面礼。他挡在陈轩面前，把一个包装成化妆品礼盒的东西拿给我。我打开盒子的一角，一条眼熟的白色静静地躺在里面，正是我今天落在男生宿舍的那条。是化妆品啊！你们有心了。我咬着牙道谢，屈辱的几乎要当场哭出来。陈轩却什么都没察觉，牵着我的手入座。我什么都吃不下，可陈轩很开心，我只能扯着笑糊弄过去。他的那几个舍友时不时地挨近我，借着倒饮料的名义，眼神揶揄。陈轩被他们灌醉了，满脸通红地说胡话：“弟妹可真好看啊！陈轩你可真幸福。”陈轩神志不清，根本没听懂他们低俗的暗示，大声回应道：“我发达了，肯定少不了你们的。”陈轩晚上回宿舍后醒了酒，连连向我道歉，说是只顾着自己高兴，没把我照顾好。他向我道歉一句，我心里的愧疚就多一分。他如果知道他信任的女朋友差点没有守住道德的底线，和他视为亲兄弟的舍友张雷加上了我的好友，在聊天框里重复着他对我的身体有多么渴望。早上6点，我准时到了小树林，这里是另一个私会的好地方。开不起房，又不敢在宿舍暗度陈仓的小情侣会跑到这里来。来了，张雷眯着眼睛，把一盒东西和一张名单交在我手里。小心点，别被宿管和学生会的抓了，被查到了谁都没好结果。他警告我不准看里面的东西，我只能按耐住好奇心，只去看那张名单。涉及到的人很多，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和教师都有。虽然不知道要送的东西是什么，但因为张雷的警告，我莫名产生了一种紧张。我怕被人看到，往专用柜里塞东西的动作也鲁莽起来，一不小心，一小包东西被我掉在地上。我蹲下腰去捡，那是一包圆圆的，看起来很像糖果的东西。如果张雷只是送普通的糖，那为什么要让我偷偷摸摸的呢？为什么学生会检查违禁品的时候，他和舍友会这么紧张？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贴身隐藏的？我突然明白了他让我送的是什么。我在宣传片里见过这种东西，这是伪装成糖果的样子，蒙混过关的违法药品。我匆匆忙忙地把东西塞回去，一路跑回宿舍，掏出手机质问张雷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水，去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？我宁可他和他的舍友把我恶狠狠地打一顿，都不要每天担惊受怕的怕警察找上我了。你是想反悔？”张雷的声音冷冰冰的，不带任何感情。可以，是我做的过分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只觉得几天以来的重负都消失了，面对陈轩也不再抬不起头了。我下午有一个演讲比赛，赢了有奖金。上次给陈轩准备的生日礼物泡汤了，我想给陈轩买块新手表补偿他，因为一桩心事了结。我临场发挥得格外好，很有希望拿到第1名。就在快要完成演讲的时候，我的演示 PPT 突然自动切换了画面，脸部被马赛克遮挡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做那种事。台下一片沸腾，其他人认不出来，可我一眼就看出了主角是谁，吓得脸色苍白。不少人掏出手机来拍照，嚷嚷着要扒出主角是谁。工作人员检查出来是学校电脑中毒了，手忙脚乱地关掉图片。没事，许同学，别因为这个影响心情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评委老师安慰我，可我连句客套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抬起头，终于发现了坐在观众席的张雷，他打通了我的电话。这是对你不听话的惩罚，再有下次，照片就不会打上马赛克了。在张雷的威胁下，
我只能认命地听他的吩咐，继续做给他的客户传递货品的事情。我怕事情败露，牵扯到陈轩，忍痛向他提出了分手。他当然不同意，但我只能哭着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，任他天天在宿舍楼下堵，我也狠心不理他。我的状态越来越差，痛苦到整夜睡不着，需要靠安眠药入睡。好朋友玲玲很担心我，一直问不出我崩溃的真实原因，小心翼翼地提出让我去看心理医生。我拒绝了。我现在不害怕被人骂我放荡了，我宁愿当一个别人嘴里最不堪的荡妇，也不要帮张雷做这种勾当了。我主动给张雷发消息，我愿意做其他的任何事，但是不要再让我去送东西了。他偏偏以折磨我为乐。小浪货，最近脸色好差呀，但是我就爱看你这种绝望的样子。到最后，他终于来了一句，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，你如果愿意录一个全过程视频，在我想要的时候随叫随到，我可以答应你不让你送货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那我就把照片给陈轩看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不要告诉陈轩。我连忙回复，明知道他是个无耻之徒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。我的把柄被他捏在手里，如果我报警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照片发出去。陈轩会怎么看我？我没有亲人，孤独地长大。陈轩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他永远尊重我，爱我，以我为第一位。我不想让他厌恶我。我麻木地看了一眼床边明晃晃的摄像机，闭上双眼。张雷是个以别人的痛苦为乐的恶魔，他想要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供他取乐的奴隶。我痛苦地咬紧下嘴唇，不得不做出了再也没有回头路的决定。我摸出藏在贴身衣物里的小刀，用尽全力朝张雷扎过去。预料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张雷他的力气太大，一把握住了我扎过去的刀，丢在一旁，手上鲜血淋漓，也不在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房间门突然被人踹开了，泪眼朦胧中，我看到了陈轩，他把张雷拉了出去。痛哭流涕的好朋友玲玲扑过来，把衣服盖到我身上。警察过来了，给持续兴奋的张雷铐上手铐，带上了警车。芊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陈轩从玲玲手里接过我，紧紧抱住了我，声音颤抖。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我不怪你，你听我的，把一切向警察坦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拽着陈轩的衣服痛哭失声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安抚我的情绪。幸好玲玲前几天听到你打电话，发现你太不对劲，今天看到你出去，就通过导员联系了我。我舍友以为我睡着了，在宿舍讨论这件事，我才发现不对劲。芊芊，你别怕，我都理解你。平复好情绪后，陈轩陪着我到警察局做了笔录。由于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协助，免除了许芊芊的部分责任，我已经不害怕了，因为陈轩在坚定地等着他。从警察那里，我得知了惊人的真相：张雷长相帅气，可是家境不好，又好吃懒做，平时被女同学众星捧月惯了，拉不下脸去讨好富婆。想到通过旁门左道了赚钱买名牌奢侈品，张雷爱泡酒吧，结识了一群三教九流的人物，他们给他介绍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，倒卖药品。他这才发现，原来学校这么多人都靠药品来刺激生活。他痛恨有钱人，想着用这些祸害他们的身体也不错。刚开始，张雷只是帮忙传递，后来接触到高一级人物，开始做中介介绍客人。最常用的方法是伪装成有振奋精神作用的清凉糖，
等上瘾后，把人彻底拉下水。他成功祸害了自己的舍友。除了陈轩，陈轩满脑子都是读书和女朋友。在他问要不要尝试振奋精神的糖果时，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对劲，还好心地嘱咐他。一些商家就喜欢打着振奋精神的名号卖薄荷糖，别被骗钱了。张雷厌恶陈轩，特别是陈轩和他的女神我谈恋爱后，他千方百计想报复陈轩，想从我身上下手。可我作息规律，生活简单，一直找不到机会。机缘巧合下，我赤身裸体地撞进他的床，让他逮到了机会。只是发生关系满足不了张雷，他要的是完全控制我。张雷没有恪守住最后的底线，不可避免的也对药品上瘾，还发了疯般要占有许芊芊。直到许芊芊的朋友发现不对劲，联系上了陈轩，还报了警，把牵扯进的人一网打尽，向上端掉了窝点。我不舍得辜负陈轩，可一个留了案底的女朋友，终究是他人生中的巨大污点。我拒绝了他的复合请求，在出狱的那天和他彻底断绝来往，办了退学手续，独自一人去了陌生的城市。我是配不上陈轩的，因为在面对他舍友的诱惑时，我精神出轨，幻想和他的舍友发生点什么，欲拒还迎。不幸中的万幸，虽然舍友吃药，但是没有传染病，陈轩是健康的。我默默地干着服务员的工作。陈轩头几年尝试联系我，后来放弃了。过了5年，从玲玲那里，我得知陈轩相亲认识了一个女生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谈了1年恋爱后结婚了。他给我看了照片，那个女生不像以前的我，美得出众惊艳，但是一看就温温柔柔的，家世清白，脾气很好的样子。和陈轩站在一起非常般配。陈轩和他拍了我从前梦寐以求的婚纱照，两个人都笑得开心幸福。我很想托玲玲送上份子钱，但我想，我最应该做的是再也不要出现，不要去打扰他清清白白的人生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时我勇敢地拒绝了张雷的骚扰，大不了被宿管记过处分，会不会和陈轩还有一丝可能呢？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吧。最后的最后，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和我一样，因为鬼迷心窍，丢了道德底线，最终失去真爱的一切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